没有摄像头的古代，如何防范科考作弊？在古代的科举考试当中，为了防止出现作弊行为，古人可以说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主要就体现在考官、考生和阅卷这几个方面。简单来说，古代防止作弊的方法主要有4种。第一，是对考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考试规程。明清2代在童试应考之前，童生应向所在县主管考试的机构报名，填写姓名、籍贯、年龄和3代履历等等，还需要5个联保人，并且请本县明领生做担保人开具保节，名曰任保。主要担保的是4个方面：一、确定为本县籍贯；二、确定出身清白，不是昌幽、造吏等人的后代。这昌幽指的是昌妓和幽灵，造吏是指旧时衙门里的差役，他们在古代都属于地位很低的贱民，后代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。第三，就是要保证没有请他人代做代考之事。四是要确定没在为父母守丧时参加考试。以上4项确保无疑才准许参加考试。考生在考试那天进入贡院参加考试时，必须交验写有姓名、籍贯、担保人以及相貌特征的凭证，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准考证了。考生进入贡院，找到自己的考试号房之后，就不允许随意出入了。同时，一切闲杂人等也不允许进入贡院。在宋代，如果是京官的子弟考中，他们还要参加由中书省特别为他们举行的复试，由专人为他们命题监考和阅卷，以防止他们通过关系来作弊。这第2个防作弊措施，就是对考生进行严格搜查。古代科举为了防止有人将小抄放在衣服口袋、鞋袜里，或者直接写在衣服和身体上，会让考生先洗澡换身衣服，保证你不会夹带东西进去。进入考场的时候要搜身检查，严查夹带，任何与考试有关的书籍、纸条、衣服、案字等等都在检查之列。入考场之后，1人1个号房，杜绝与外界接触，不得外出，吃喝拉撒全在其内。考试结束的时候才可以出去。这第3个方式就是糊名了，这个就相当于现在高考中的封条。在改卷的过程当中，为了防止阅卷官的舞弊，就采用糊名的方式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封条制了。将考生的姓名、籍贯、考号等，在交给阅卷官判卷之前，全被封盖上，同时还将所有的试卷请人重新抄写一遍，之后再交阅卷官评判，以防止认笔记、作暗号等舞弊行为。当然，这种方式在殿试的时候是不采用的，因为殿试是皇帝亲自批阅考生的试卷，皇帝还是要看看这位考生的籍贯、名字、字体等等的。而第4种防作弊的方式呢，就是严防主考官因私舞弊，严防作弊，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。为了防止考官为考生提供便利，宋代创立了一种制度，就是实行主考官临时拆迁制。每次考试之前才确定这主考官，每次考试的主考官都不一样，并且考试之前绝对保密，以杜绝考生找考官来舞弊。同时对主考官也实行了所院制，就是主考官从接到任命开始，就把他们隔离起来，不允许外出或者接待访客，以免漏题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